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但是不可以留意于物。翻译成我今天的话就是爱是让我得到快乐，但不需要占有。就像释迦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之所以贵难得之货是因为我们有所住，我们有了分别心，产生了妄念，我们住相了。在这个世界上，烦恼即菩提，烦恼本就是智慧产生的地方。若没有烦恼，我们需要智慧干嘛呀？我们的本心，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念头，念头如果是妄念，就会产生烦恼。无上圣玄微妙法，百千万世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无为真实义。今天咱们接着讲《道德经》第12章的后面几句话，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句话的意思是稀有的珍奇异宝让人行为不轨，失去控制，妨碍自己或者别人的正当行为。本来你是在正道上面，结果越走越偏，越走越歪。我们做一件事情，往往都是有自己的目标、理想和使命。这个使命是很高远的，有一个长期计划，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会碰到各种机遇，会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受到欲望的驱使太关注这些好东西结果丢失了自己的初心，不记得自己的目标，从而会走上邪路。这句话也是对第3章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道的一个解释。因为贵难得之货的原因会导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比如我们带着珍贵的东西出门，就会让别人眼红，自己也要十分小心，时刻都会害怕丢失。当年苏东坡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苏东坡是北宋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当时名满天下，因此他酷爱收集字画。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自从开始收集字画后时常会害怕失去家中收藏的字画，也担心自己看上的字画又得不到手。有时候听到字画这2个字都会感到一种心慌的感觉。这个时候一个爱好竟然变成了烦恼的根源。不久之后，苏东坡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看透了生死，鄙视富贵，如今却受着字画的羁绊，这不就是颠倒了是非吗？于是苏东坡就尝试着放弃这个爱好。从此之后，再看见自己喜欢的字画就算得不到，也不会感到可惜。家中的字画随意送人，也不会感到心痛。这个时候再听到有人提起字画只会感到快乐，再也没有了烦恼。于是苏东坡就为这件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宝会堂记》，里面说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但是不可以留意于物。翻译成我今天的话就是爱是让我得到快乐，但不需要占有。就像释迦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之所以贵难得之货是因为我们有所住，我们有了分别心，产生了妄念，我们住相了。在这个世界上，烦恼即菩提，烦恼本就是智慧产生的地方。若没有烦恼，我们需要智慧干嘛呀？我们的本心，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念头，念头如果是妄念，就会产生烦恼；如果不是妄念，那就是智慧。因此烦恼和智慧都同时来自于我们的本心，它们不是对立存在的。众生的烦恼正是智慧产生的地方。我们的本心本就如同明镜一般，所谓的烦恼都是因为有了妄念才有了烦恼。比如我们之所以会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太多，但是得到的太少，知道和得到不成比例，从而造成一种空虚感，因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静静的躺着刷手机。就像有些年轻人
在20多岁就想退休，是因为过多的资讯和过度的放纵使得他们陷入到一种极度的迷茫的状态。这个有点像欲望社会我们再举个例子，当我们第一次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会感到异常的美味，但是当你能够日复一日的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逐渐就会感到乏味，甚至会出现厌恶的心理，而且慢慢的可能会完全失去了食欲。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反常识，为什么会出现厌恶心理呢？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在不断的上升，要追求一些更加刺激神经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野味喜欢吃一些价格昂贵但并不美味的东西，喜欢购物，喜欢购买一些价格昂贵但并不值钱的东西，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比如我们看央视春晚，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是个稀罕物，人们能看到的文艺节目是非常少的。因此春晚刚出来的时候万人空巷，全国10亿人都在看这个节目。但到了今天，不是央视春晚办得不好，节目不丰富，而是我们的欲望和需求在不断上升，给我们带来一种节目办得不好的假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在《道德经》里面记录下来了。那么老子既然发现这个问题，他有给我们解决方案吗？当然有是这样说的：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辅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道德经》里面说的圣人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圣人在意思上有一些不同。《道德经》里面说的圣人指的是有智慧的管理者，或者说是有高修为的人，能够洞悉世间规律的人。所以这句话意思是，凡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都是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或者是满足身体的需要，都懂得量力而行，永执厥中，不会为了所谓的虚名面子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正所谓乱发渐欲没人眼，常使英雄泪满襟。举个例子公元前193年，汉高祖刘邦已经去世了2年多，他儿子刘盈在位，但实际权力在吕后手中。匈奴单于来信说要娶吕后为妻，这封信使得整个大汉朝群臣愤怒，朝廷无言，等于直接打了汉朝一记响亮的耳光。开始吕后也是非常愤怒，但是想到汉朝当时的国力，因为就在7年前当时汉高祖刘邦还在世，匈奴单于亲自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汉朝领土马邑，攻破雁门关，直逼太原。刘邦意识到匈奴的野心并不仅仅是要抢点财物，而是想要吞并大汉王朝于是便决定亲自带兵出征。双方在马邑爆发第一次正式大战。刘邦毕竟是经历过多年苦战的人在军事上具备很高的才能，即便是在国力微弱之际，他亲率32万大军也能够一路披荆斩棘，不仅首战告捷还收复了很多失地，极大的鼓舞了士气。匈奴见状知道刘邦并非无能之辈，强攻不行，便决定诱敌深入。而此时刘邦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下属的阻拦，一意孤行，而现在部队一路追到大同、平城，最后被敌军围困在平城白登山，和主力部队彻底断了联系。这一围便是7天7夜匈奴大军将白登山围得水泄不通，刘邦连续几次都没有突围出去，到最后甚至不得不饮血止渴直到谋士陈平用美人计，才使得匈奴退兵，刘邦才得以逃脱。现在刘邦已经去世了，大汉朝也没有能打的将领，
所以呢，吕后回信给匈奴单于，说自己年老色衰，配不上单于，最后安排一位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前往匈奴和亲，并且附上金银财宝。这就是吕后没有为了所谓的面子发起两国的战争。反观后来的汉武帝，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比较强盛了，为了面子，为了虚名，汉武帝发出了民犯强悍者，虽远必诛。因此汉武帝一生都在打仗，虽然打败了匈奴，做到了封狼居胥，自己名垂千古，但是也搞得汉朝民不聊生，从此走向衰弱。最后汉武帝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发出了罪己诏。所以作为管理者一定要精读道德经，忍得住反法，抵得住诱惑，不然你的一个错误决定可以左右国家兴亡，决定企业的成败，影响家庭的和谐。这是这句话我们今天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再从字面上解释一下，腹就是肚子，可以理解为是身体的需要，目就是眼睛。我们前几期有讲过眼睛就是欲望下水道的入口，所以眼睛可以代指是欲望。圣人在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呢，会看清自己是否实际需要，而不是单纯为了欲望。举个例子，就拿食物来说，一盘牛肉就可以吃饱，但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非要吃2盘牛肉，再来半斤黄酒，这个就是五味令人口爽，是欲望在作怪，让我们忘记了食物原本的意义和味道。再拿手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放松，手机上的内容也确实可以让我们放松，但能否控制好这个放松的时间呢？就是圣人和常人之间的差异，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最后这句话又呼应了《道德经》的主旨，无为。无的是贪嗔痴慢疑，为的是修齐治平。所以老子说故去彼取此。在老子看来，他以上的这些说法就是道与非道的区别，其中彼就是过度贪恋欲望的非道，也可以理解为是失道。我们说失道寡助嘛，而此呢，就是为父不为目的道，是真正的大道。如果您认同这句话的理解请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将您的观点写在评论区，谢谢。